各位朋友，大家好。司马光到底有没有砸过缸？他到底砸的是什么缸？是不是不锈钢？这个缸这么容易砸，是不是质量有问题？是什么牌子的？现在已经购买这个缸的消费者能否要求索赔？这个缸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水？那个小孩又是怎么掉进缸里的？真的是意外吗？后来这个小孩又去了哪里？缸的主人有没有向司马光的父母索赔？所有这些有趣的问题，实际上都是基于第一个问题的基础之上，就是司马光到底有没有砸过缸？这么有趣的问题呢，也引起了一场电视辩论。辩论的双方，一位是收藏界和古董界的大家马未都先生，还有一位呢是北大历史学的教授赵冬梅女士。当时是在一家电视台举办的文化类节目中，马未都先生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历史并没必要在乎于它的真相，而只在于这个历史事件能够教给我们的道理。当然了，这种说法对于长期从事历史学研究的赵冬梅女士来说是很难接受的，所以双方就展开了一场争论。随后马未都先生就抛出了他这个问题，问赵冬梅女士，你认为司马光到底有没有砸过缸？赵冬梅女士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问题并不慌乱，基于她多年的历史学研究，她给予了一个肯定的答复。他说，根据《宋史》以及《墨庄漫录》的记载，司马光确实砸过缸，这件事情是真的。而马未都先生呢，却认为此事不实。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马先生笃定，在宋朝的时候还不能造出一个足以淹死一个小孩的大缸，这样的缸只有到了元朝以后才炼制出来。在现存的文物世界中，并没有发现在宋朝以前有过这样大的缸。基于马未都先生在文物界和收藏界的地位，而赵冬梅女士呢，在文物方面又没有更深的研究，所以呢，基本上赵教授最后是接受了马未都先生的观点，这场所谓的辩论也就这样结束了。所以呢，最后的结论应该是司马光没有砸过缸。因为宋朝的时候造不出这样的缸，既然没有这样的缸，你司马光怎么能去砸缸？如果你一定去砸缸的话，你砸的一定不会是缸，可能就是不锈钢。那么司马光砸缸也就变成了司马光炼钢，这故事的性质就彻底变了。那么宋朝真的造不出那样的缸吗？首先呢，这个问题呢，我想首先要定义这个缸是什么？那么在宋朝的时候，到底能不能烧出这么大的缸呢？事后呢，很多专家对马未都先生的结论给予了不同的看法。比如说，故宫博物院的杨敬荣先生就认为，在宋朝的时候已经足以炼出如此之大的缸。他列举了几个证据，其中呢包括出土的襄阳檀溪的宋代壁画中，在壁画中明显画有一口大缸。像这样描写生活场景的壁画呢，一定是写实的，不大可能是带有想象力的成分，所以呢，这样的缸应该在当时是存在的。再有呢，从杭州的一个南宋的药厂的遗址中也出土了一口大缸，高度也超过了1米，如果装满水的话，也足以淹死一个小孩。此外呢，在运往印尼的一艘沉船中也发现了宋代的一口大缸，尺寸都是足够的大。这些呢还只是瓷制的，如果说更早的陶制的一些大的器皿的话，那追溯的历史可能就更久了，最早可以追溯到良渚文化时期，就已经有了足够大的陶制的缸。那么难道是马未都先生没有注意到这些考古发现吗？这个呢，我无法断言。我觉得是不是马未都先生在对缸的定义上与其他的专家们不太一样。马未都先生可能认为这些都不应该是算作缸，而是应该算作其他的某种器皿，比如说瓮。
那么我们就需要回到史书中，看看司马光当年砸的到底是什么。关于司马光砸缸呢，有很多的史书都有所记载，其中可以说档次最高的自然是《宋史》的《司马光记》。而《宋史》中关于这件事情的记载，很有可能是源自于朱熹的《三朝名臣见闻录》，而后者的记载有可能是出自于北宋时期的惠洪的《冷宅夜话》，或者是赵教授提到的《墨庄漫谈》。虽然说出自不同的史书，但记载的事情经过基本上是一致的。这里呢，我就读一下《宋史》关于这件事情的记载。《宋史》是这样记载的：群儿戏于庭，一人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崩而得活。大家一定注意到了，《宋史》中的记载，司马光击的并不是缸，而是瓮。那么瓮跟缸又有什么不同呢？其实啊，在古代呀，瓮跟缸是通用的，二者之间虽然有着很明显的区别，但是称呼上却是经常的混用。缸的口比较大，然后呢向底部逐渐的缩小，而瓮呢中间的部位是最大的，从它的中部往上慢慢的缩小到口部是最小的。缸呢是开口的，而瓮呢是缩口的。大家在故宫中看过的那个消防储水用的就是缸，要是口小肚子大的自然就是瓮。而所有的上述史书中记载的司马光击的都是瓮，而且呢也没有说这是瓷瓮还是陶瓮。如果是陶瓮的话，那么中国肯定是在几千年前就早已经有了，不管是多大尺寸的都应该有。如果是瓷制的话，那就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人说在宋朝之前有，有人说没有。但不管怎样，史书上并没有注明它是陶制的瓮，所以说司马光完全是有可能砸的是一个陶制的瓮。而且陶制的瓮呢，不管是在制作工艺还是烧制温度上，都比烧制瓷器要低得多。这个器皿呢，也相对来说比较粗糙，和瓷制的缸比起来，瓮壁的厚度相对来说比较薄。就是一个孩童，如果他用锐器击打的话，也是有可能击碎的。而说到瓮这种器皿呢，大家一定不会觉得陌生。像西汉时期的吕氏就把西夫人做成了人质，装进了一个瓮里。唐朝武周时期的酷吏来俊臣也曾经把另外一个酷吏周兴装进了瓮里。还由此有了一句成语叫请君入瓮。既然一个大人都能装进去，一个6、7岁的小孩当然也可以装进去。所以从理论上来说，一个小孩是完全有可能掉进这样的一个大瓮里，而司马光也完全有可能是砸缸救了这个小孩。不过呢，这也只能说明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那么实际上司马光到底有没有这样做过呢？这个呢，恐怕就很难说了，因为在历史上啊，很多时候都把一个并不是发生在某一个名人身上的事情安插在某个名人身上，以提高这个名人的声誉和影响力。所以啊，有可能砸缸救幼童这件事情是真的，但是未必是司马光做的。所有关于这件事情的记载都是在司马光去世以后才出现的，而且呢，作者大都是司马光的支持者。而司马光的家人，比如说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他曾经说起过很多关于司马光幼年时期的事情，比如说司马光酷爱《左传》，拿到《左传》以后是手不释卷，一直研读，甚至忘记了吃饭喝水，忘记了冷热。所以可见司马池一定以自己这个儿子为荣，他并不是一个低调的人。儿子在儿童时期曾经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他记得是一清二楚，而且是广而告之。那么为什么他居然没有提到砸缸救小孩的这件事情呢？按说这件事情能给司马光增添的光彩远远要高于他熟读《左传》，那么为什么他的父亲只字未提呢？
顺便说一下，司马光也是名门之后，他是西晋时期的一个王爷司马孚的后代。司马孚有一个了不起的二哥叫司马懿，所以司马孚也是我们在上期提到的司马八达之一，他是司马叔达4号马达。再说那个被司马光救下的小孩，在史书上一直也没有记载这个孩子姓甚名谁。后来到了近现代，突然发现了这个孩子是谁。这个孩子呢，据说叫上官上光，据说是近代的时候查家谱才发现了他就是司马光救下的那个小孩。说上官这个人呢，最后还官居北宋时期的宰相。他为了感激司马光救他，还在河南的光县修建了一个感恩亭。可是奇怪的是，历史上查不到这个叫上官的北宋宰相。有人说他未见于正史，但是如果官居宰相的话，不见于正史是不大可能的。而且啊，这位上官上光居然没有一个表字，这点呢也让人觉得非常的奇怪。这个上官家也是富贵之家，富贵之家的公子居然没有一个表字，这在当时来说也是很难理解的。所以啊，我觉得极大可能这个上官上光也是一个附会品。关于司马光，以前呢我讲过一期，所以呢在此就不赘述了。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翻看我以前的那期视频节目。司马光这个人怎么说呢？有些人呢，如果你把他放在课堂里，他可以是光芒万丈，他可以成为一代的大师。但是如果把他放在朝堂之上，那可能就是一场噩梦。这场噩梦不仅仅是君王的噩梦，是百姓的噩梦，也可能是他自己的噩梦。我们小的时候啊，经常被要求要从司马光砸缸这件事情上学到一些有益的东西，比如说如何的机智，如何的见到困难不闪不避，要直接面对，如何的要学会逆向思维。就算是这个缸真的是司马光砸的，那么他长大成人以后，似乎并没有像他小时候那么优秀。面对北宋年间那些积重难返的问题，他不像王安石那样拿出一个解决方案，拿出一个 solution， 而他呢，只是执着于抱着先贤的经典、先贤的哲言，说出的话、写出来的文章，没有一句话是错的，但是没有一句话有用处。在英文中呢，管这叫 TBU True but useless。在神宗驾崩、哲宗登基以后，他被当时的高太皇太后请回来执政。他执政以后，是把所有的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官员能贬多远就贬多远。当年虽然是因为政见不同，王安石呢也贬了很多反对变法的官员，但是呢，通常只把他们贬到离京城不远的地区，而且呢，这些地区相对来说也比较富庶，而司马光是要狠毒得多。在那个时候贬到那样偏远的地区，可以说是九死一生。司马光可能就没有想让这些人活着回来。等到后来主张变法的张敦执政以后，也开始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那些旧党人士也是能贬多远就贬多远。比如说苏东坡就被贬到了雷州。应该说这一切也都是当年司马光结的果。其实啊，像司马光这样小时候就有了高光时刻，但是长大成人以后却未必如此的例子呢，还有很多。比如说那个凿壁借光的主人公况衡也是另外一个例子。据说呀，况衡年幼家贫，晚上想读书，但是买不起油，所以呢，他就在自己家的墙壁上凿了一个孔，把邻居家的光借过来，让他可以夜间读书。后来况衡这个人呢，因为读书很多，很有学问，被当时的汉元帝重用。汉元帝刘氏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提两个人，大家可能就知道他是谁了。在汉元帝刘氏期间，曾经选了一个宫女王强和亲匈奴，王强就是王昭君。另外，汉元帝还有一个皇后叫王政君，王政君有一个侄子叫王莽。所以汉元帝可以说是西汉王朝衰落的开始。
这个匡衡呢，是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最初是得到了汉元帝的重用，认为他非常的有学问。但是后来呢，经人举报说匡衡贪污了上千亩的良田。汉元帝派人调查，结果是举报属实，匡衡就被罢了官。少年时期的匡衡被人说成是一个勤奋好学的好孩子，但是长大了以后却成了一个大贪官。其实啊，这也没有什么稀奇的。现在的很多贪官在他们为自己写忏悔录的时候，不是也经常会写上这样一句话：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这个凿壁借光的故事呢，好像是被列入了小学教材。这点呢，我也觉得似有不妥。毕竟他是把别人的墙壁凿穿了自己借的光，或者说是偷的光，这种行为本身是不可取的。古人云：宁可直中取，莫向曲中求。所以啊，应该让孩子们先树立这种正确的价值观，然后再鼓励他们如何努力的学习。我想这应该是更重要的。王安石的变法呢，有利有弊，特别是在当时呢，一些地方官员的不作为，或者是用力过猛，导致了新法的推行，反而激起了一些民怨。所以当时确实有很多的百姓希望司马光能够出来执政，认为只有司马光做宰相才能够活人。而且啊，在当时还盛行一句话，这句话呢是说司马光有惩逆救坟的能力，就是说他能够拯救那些落水的人和陷于火海之人。这4个字到后来与司马光就紧密地关联在了一起。所以一提到司马光，自然就会想起这4个字，而一提到这4个字，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到司马光。所以啊，有些专家就猜测，之所以会有司马光砸缸救孩童的这件事情，是不是就为这4个字，特别是惩逆这2个字，提供一个司马光少时的依据呢？当然，这些只能是个猜测。所以啊，综上所述，马未都先生说司马光没有砸缸，可能也没错，因为他砸的是瓮。司马光执政以后，是废除了所有的新法，即便是新法中效果非常好的青苗法，也被他废除了。最不能接受的是，在他执政期间，竟然把大宋将士们辛苦夺来的西夏的土地交还给了西夏。讲到这里啊，我脑海中突然浮现了这样一个画面：或许在司马光长大后的某一天，他也不小心掉进了一个更大的瓮里面，他周围的那些人也可能会忙不迭地去救他。这些人呢，有可能其中有被司马光远贬到了边远地区，最后客死他乡的官员，或者还有在西河开边中阵亡将士的家眷，他们去救司马光，不过采取的是另外一种方式，他们也是举起了石头，不过并不是去砸缸，而是从缸口投了下去。这个场面实在是太恐怖了，所以呢，镜头迅速的切换到了王安石与司马光的一段对话。王安石说军师兄，你少年时做的事情，其实我也能做，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司马光则冷冷地盯着王安石说道：世人皆知我司马光砸缸救孩童，但是谁又能知道这个孩童是怎么掉下去的呢？说到此处，他的双眼寒光一闪。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呢，跟大家开了句玩笑，大家千万不要当真。这期的节目呢就到这儿，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这里是风下杂谈 Frank 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咱们下期节目再见。